节庆前夕，人们在木代房前为即将开始的盛大仪式做着准备。各民族百姓身着盛装，陆续来到蒲生木脑纵歌场。在这个景颇族最盛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纷纷展示出自己最美、最精神的一面，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木脑纵歌节中的脑霜授冠仪式是极为重要且神圣的环节。举办木脑纵歌前，德高望重的长辈们围聚火堂议事，选定脑霜，授冠给脑霜，赋予其引领木脑纵歌舞蹈的权威，象征着景颇文化的传承，也代表着对脑霜地位和能力的认可。脑霜所戴头冠以犀鸟头骨制作，四周缀有野猪獠牙，后面插有孔雀和雉鸡羽毛，象征着对鸟类授舞之恩的纪念。董萨通过占卜判断凶吉福祸，选定木脑纵歌开始的最佳时辰。仪式结束，起舞。景颇族对太阳的崇拜由来已久，在日月神话和英雄史诗当中，太阳和月亮是景颇族开天辟地的云团神宁旺和雾露神宁班生下来的。景颇族首领之祖娶了太阳神木代的女儿，因此景颇族也自称为太阳的子孙，太阳的后裔。踏着起伏的舞步，人群在脑霜和脑巴的带领下，由祭祀太阳神的木代房出发，向木脑纵歌舞场行进。脑霜是总祭祀者，领舞的脑霜身穿黄红绿绸缎制作的日尊月老袍，手执长刀，后面对应数量身穿银袍、手拿酒水桶、扇子的景颇女子，称为舞霜。景颇族的木脑纵歌极为讲究，没有脑霜的领舞是不能开场的。脑霜所表演的舞蹈技艺有严格固定的传统套路，脑霜必须掌握起舞、入场、跳场、收场程序以及不同的舞蹈动作。两行队伍何时并行，何时分开而行，每个舞蹈跳几圈，在什么地方变换动作，不能有半点随意性。作为灵魂人物的脑霜，在舞队中来回自如穿梭，让整个舞场的图形花纹变化万千，又不失传统次序。脑巴是脑霜之外另外开辟舞场的人，也是群众的领舞者，带领成千上万人踏着音乐节奏齐歌共舞，用井然有序的舞步和活泼的舞姿感染全场。为了感谢太阳神为人类带来的歌舞与欢乐，人们在舞场正中竖起了木脑石洞，中间两颗最高的雄柱和雌柱画上了舞谱和日月图案，下端的两颗横梁代表天地，上端天梁代表宇宙天空，梁上刻饰着犀鸟、孔雀等图案。
在下的是地梁，代表山林河谷，刻示着6处五谷水族精灵，寄托人们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盈、家国富庶、人寿年丰的美好心愿。天梁之上，日月柱之间，交叉的刀剑代表着阴阳和谐、生生不息和英勇果敢的民族精神。雄浑的鼓声震人心弦，傲然然的旋律飞向天空，欢快的歌声响遍舞场，人们踩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纵情欢跳。女人们身上的银炮恰似孔雀开屏，手中的彩帕和花扇又像彩蝶在花丛中尽情翻飞。男人们手中的长刀亮光闪闪，犹如出征的勇士和凯旋的战将。他们的舞步仿佛在叙述着一段古老的旅程，那是他们祖先迁徙的路线，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意义。他们或穿梭或环绕，队伍以一种几乎神奇的方式随着鼓声起伏，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秩序与和谐。队伍张弛有度，舞步刚健有序，仿佛一幅壮观的画面。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每个舞步都是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对话。太阳之鸟的吟唱，万人歌舞的狂欢，延续了一个古老民族10000年的历史记忆。随着岁月流转，木脑纵歌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从对太阳神的祭祀活动，变成了景颇族甚至周边各民族人民欢聚娱乐的民俗活动，融合了歌舞展演、体育竞技、文化娱乐、边民互市等内容。如今，木脑纵歌已经成为展示德宏边疆各族人民精神风貌和景颇族风情的综合性歌舞盛会。村民将节庆的活动称为摆，各族百姓在热闹的摆场市集上采购物资、制装打扮。就这么穿起来啊，给它围成裙子了嘛。哦，好看，你去拎起来看看，来，好看哟。来场上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歌舞之间转身走进数不清的乡野美味，既是一场味蕾的盛宴，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
绿叶裹着酒香，漫过山峦，舞步震响大地。各民族百姓将山河的馈赠与血脉的热望，都酿进了这场生生不息的狂欢。